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从上周末你可以看到蓝绿白之间在罢免中，大家真的进入到正规军的遭遇战了。OK， 好，那当然你可以看到每一个阵营之间在这个场子里面，无不希望能够吹出最多的人潮，让所有人知道在这整个大罢免战里面到底会是怎么样。当然，白银的地方说他们这个集会不是单纯为了大罢免，他们是为了要跟民党政府宣战，类似这些。不过一开始让所有观众朋友看一下蓝绿白各自阵营的现场实况，来。我只想请问他，你想代表哪一个中央？你看，他去到中国，都轻声碎碎，笑呵呵手牵手；回到台湾，都大碎声瞪一瞪斗。你到底想代表哪一个中央？你代表哪一个政府？他一率船到大陆去啊，那么有些隐秘的地方啊，我们正在查找有没有违法的。大家莫甲误会，这好的立委。是不是要加甲跳销一个，对不对？对。这战太重要了，民进党利用这战，伊想要一党独裁，利用这战就是要斗争所有的在野党。台湾民众党站出来，不是为了什么大罢免，台湾民众党站出来是看不下去民进党继续用谎言欺骗人民。我是看不下去民进党继续恐吓台湾人民，你把台湾人民当盘子哦。好，那一开始这算是在国内整个大罢免呢进入真的正规军遭遇战的第一场，可以看到各自阵营里面，尤其绿营来讲强攻花莲，那对蓝营来讲的话，那强守新北，一攻一守，一矛一盾之间，到底民众看到的是什么样？来一个一个来，冠廷是。花莲这一场，来跟大家讲一下现场的一些状况。首先讲花莲这一场现场的人数超过我们预期，现场实的超过4000人哦，当然也有人喊6000、7000，但实的超过4000人，以花莲来讲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第二个，现场的面貌跟年纪老中青都有，所以是我认为非常常态分布了那个状态。第三个，老实说，所有的政务官。所有的党政人士在现场台上讲话，不约而同，这没有先设定好的，都剑指一个人，叫傅昆萁。我觉得林右昌讲得很好，他把他定掉了傅昆萁这4件事情，就是叫4宗罪了哈：毁宪、乱政、舔共。第4点是穷花莲傅昆萁。那大概毁宪乱政大家很懂了，这不多讲。那舔共。对，我们也看到了，他跑到了对岸去，然后讲代表我们的中央政府。可是另外一方面遇到王沪宁是如此的卑躬屈膝，然后回到了台湾，一见完中国的高干，回到台湾之后，开始提很多奇怪的法案。那最后一个就是傅昆萁，我们只指一件事实际上这几年来，花莲有因为你的存在，花莲变超好吗？还是你自己变得超富裕？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剑指傅昆萁了哈。那剑指傅昆萁大概有代表几个意义哦。第一个意义就是说，不止我们民进党没在怕，傅昆萁很强，公民团体也没在怕，这个就是要罢免你嘛。你不要觉得你还像以前一样是铁板一块。实务上我们不去讨论说，如果把你罢掉之后，以后补选什么什么怎么样，不讨论。可是只处理一件事。不分蓝绿，现在大家是不是真的觉得傅昆萁真的不适任嘛？傅昆萁仇恨值是不是很高？我相信从各式的民调跟各种氛围来看，傅昆萁确实是他那个样子跟实际上的作为，不是一个称职的台湾的立委，不是一个称职的国民党的总召。国民党也可以换一个好一点的总召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1、2阶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民进党的正规军，我们去讲预算影响了多大，被傅昆萁删了多少，这是在花莲嘛？像在台南场，我们是去跟台南的乡亲致歉，就是选对的人走对的路，台南都选对人，可是还是要青岛东路，因为预算被删了嘛。那我讲傅昆萁这一场，单一场在办完之后，现场收到傅昆萁旁边罢团的联署书，收到超过1000份，2个半小时收到超过1000份，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再来第3个就是花莲的气势，我们正常来讲会觉得台南是基本盘，台南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本镇区。那如果花莲这一场的气势完全不输台南，
那正面对决傅崐萁毁宪乱政，然后毁宪的这一些行径，那这在花莲我们也敢直白的批评他。我说真的，那个你看那个现场的画面，就是说花莲的乡亲对于傅崐萁本来是有恐惧的，那个恐惧是当你到恐惧的地步，我认为本来有。那个恐惧就是说你要站出来，然后不用戴面具，然后就去指傅崐萁。可是在这一场之后，我觉得大家都敢，喊完，然后现场大家大声的怒喊，就是认为傅崐萁是不适任的。那因为他的行径，大家已经超过那个忍受的点了嘛。包含像花莲、像陈奕迅，这种就是假日飞刀手嘛，有看棒球就知道。然后出来跟大家讲，这个傅崐萁，他直接讲那个穷花莲傅崐萁的，包含陈奕迅也出来讲嘛。然后包含卓荣泰点到，那你去中国轻声细语，然后回台湾就大小声，你到底代表哪国政府？我觉得这都是直指现在傅崐萁最核心的点。以前他在花莲靠建设、靠资源绑地方的庄脚，这件事情可能让他横行花莲政坛几十年。可是，当你已经爬到了台湾最大在立法院最大党的总召，你代表我们的某种民意的时候，你去定了什么法案，你做了什么事，而这个事情可能最后会引发很大的外溢效益。OK， 那同样刚才看到那个冠廷，有没有看到？大家不是都在讲说叶元之在新北这一场，是你看到侯友宜有没有讲？有，然后他也讲了，叫大家多疼惜他，他也有做事情，所以显然他们对新北这一仗，对侯友宜来讲，也有一个都不能丢的压力在。我觉得这场是办来交代的了。为什么？你看那个画面那个一字排开，叶元之也不是站最中间，就是那几个立委之一。表面上办在板桥，可是你不觉得，要叶元之跟所有立委一个人致死2分钟，然后所有的人在讲叶元之的时候，尤其侯友宜，其实现在是万众期待啊，巨星的登场，因为等侯友宜帮叶元之肯定大家等多久？国民党的支持等多久？这整场侯友宜词穷到只讲得出2点，第一点，我会刊都有遇到叶元之，第二点，他替我们在地争取了1亿元的一个幼儿园，没了，不是。如果我是侯友宜啊，我最有正当性可以帮叶元之打几点？第一个最大伤最重的警察事件嘛，我身为以前当过警政署长，我了解警察弟兄，叶元之没有干这个事，这是被误会的。叶元之都说要告卓冠廷戴伟山了，绝对是对的。侯友宜有吗？没提。第二个，他最能够帮叶元之讲的是什么？这最近从警察事情之后，开始有新北以前新闻局的公务员开始在很多社群平台点到一些叶元之以前当新闻局主秘的一些事，他可以出来跟大家讲，那个时候我侯友宜是副市长，这讲的都假的。叶元之是一个好的长官，好的主秘，不要被抹黑了。有讲吗？没有。再来第三个，遗孀的事件，就是叶元之他以前的同仁，然后这几天包含就是同仁过世之后，他的遗孀还是对他有很多怨怼。侯友宜跟台上这一堆蓝营的大佬跟这些高层们，一定跟他们家人也有认识。可不可以出来跟大家讲说是不是误会？叶元之不是像你们讲的这样。这3点讲任何一点，对叶元之帮助都会非常大。可是叶元之他选择什么讲？幼儿园以及会刊有遇到认真的立委，所以我觉得客观讲啊，叶元之其实我都很不想讨论他，因为在台湾这30几席里面呢，叶元之我认为就是会被罢掉。叶元之会被罢掉，就我们说几个月后来看，他就是如果说未来有被罢掉的当中，我觉得叶元之就是不想再讨论他这一块，没有，不是不想，就是我干嘛讨论一个，我要去讨论那种中间区有机会的，像傅崐萁就要认真讨论，对，叶元之就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救了这我讲。可是昨天这一场另外一个状况是，国民党在上面感觉很更小，你们的不分区立委翁小玲，那个画面啊，大家看一下，就是翁小玲在台上，然后朱立伦他本来要去站11位，朱立伦叫他去站旁边一次，然后翁小玲绕了一圈，再度回来，你去站旁边了。然后我说这个就感觉自己的那种不分区感觉很丢脸。你怎么会这样子？那翁小玲，你现在是不是票房毒药？你是不是在立法院的这一些行为，真的让国民党也知道怕？朱立伦脑筋是清楚的。如果真的像他们之前讲的，木林黑法学博士，清大教授，学识渊博，法学素养极高，这应该放门面啊，没有嘛？他们也知道会影响票嘛，所以往旁边走。当然，后来国民党官方说法是讲说没有啦，我们以选区立委为主，让他们站中间。好，这个我 OK。但大家知道他是票房毒药嘛。最后一个要讲那个就是林涛啦，林涛就是现场啊，他们的主题我到现在是搞不懂什么叫还钱于民，然后但是呢，他们自己也搞不懂就奇怪了，我搞不懂正常嘛。
还钱于民，然后旁边喊还命来，这玩什么东西啊？这连口号都不担不起。然后这一场啊，到底对国民党会有加分多少？我还是一个问号啦。这一场啊，到底对国民党会有加分多少？我还是一个问号啦。来，小平，同样的一攻一守之间，你自己看你们自家人在板桥的这一场，你觉得会发挥什么样一些效用？你觉得包括民进党在假日的时候强攻花莲，你觉得对未来，尤其对花莲、对副根局、副总召这一局会有什么影响？对那个总召下手，这是理所当然。虽然其实也很难的难度啦，就在我们所有的想罢免的人的第一个，其实他们有个大计谋。本来赖清德在犹豫，可是看到国民党都没有什么作为，而这个一直往这个老柯的方向走，而赖清德很狡猾，也认同到一半，前面那边装死装活，那边给先，你知道哈？好，我讲2个重点。这次是很简单，我要罢掉你10个绿罢蓝，然后呢补选不是每个都赢，他设定他们赢6个，我们赢4个，然后他就51加6 57，单独过半。然后呢，单独过半干嘛？他哪里只是要单独过半啊？所谓的政党完全合一嘛，就是不管行政权、立法权，他真正让你2028没有总统候选人。怎么说？他为什么要罢罗廷伟、廖伟翔？这2个罢掉，请问卢秀燕好选吗？2028，这是身中要害的，所以我们要反击嘛。第二个，请问他57席的话，罢免那个立法院长要2/3，罢免不掉，可是你是个少数的。只能敲锤，少数的立法院长韩国瑜，你还有什么用？你也不能选了。而且极尽凌辱之能事，再搞个2-3年，韩国瑜还是韩院长吗？好，所以很清楚，只有这2个人选。然后这2个都废了，那国民党连候选人都没有，哪里只是让你过半，然后哪里只是罢几个立委啊？再回到黄国昌前面去万华，想主导万华的联署。后来看起来没这么容易。龙山寺那一役，白纸黑字一个一个蹲下来摆摊，很多的很琐碎的选举行政，那是要害。因为都在细节里，魔鬼在细节里，就知道很吃苦嘛。那你几乎就空军这样喊，那现在讲什么？现在讲不谈罢免的。他板桥讲了什么？黄国昌他讲我要对付赖清德，对付民众党，他还是在空军里面在对付民进党，还是在空军里面要压倒国民党的空军，这是他的想法。我看懂了。好，那看赖清德。赖清德是无法无天的。我在你节目讲，蔡英文不敢做的，他什么都敢做。2件事，你有看过5年以下可以收押的吗？一般是5年以上串证逃亡，他就收押你怎样？而且还希望咬那个台南已经被收押那个副主委，咬谢龙介，那就谢龙介被收押了。你等着看吧，想这样干，今天刘耀仁去告，为什么现在告？因为选举的节奏嘛。刘耀仁代表吴佩代表民进党党团代表民进党嘛，所以他这样告。那万华有没有可能收押？也有可能啊，因为死了108个啊。请问就把那小鬼叫去，那怎么你108个？死了100，不死的对啊。王林大军108了，他108个，那个就以前人去，就司法多厉害啊！我没有看过这种违罪可以收押的。那你知道他敢对？想说，那有人讲那法官都签了收手票，法官都签了，都可以开羁押庭，很简单。连法官都沦陷，那才是司法。所以你们是完全觉得现在就是赖清德可以操控所有的司法的这一块。是好，那就叫了领先人，当然可能是个人头嘛。那咬那个刘思颖想选议员的嘛，然后那刘思颖在咬谁？咬到谁收押谁。万华这一场你们等着看，而且还说是我去签，我有去签吗？你还告我，因为告我才有新闻嘛。我还有点小知名度，告那个领先人家也不认识他是阿狗阿猫。小平问一下，刚才冠廷讲说，觉得你们在板桥办的这一场，他的看法是觉得那是办交代的，那只是行礼如仪办一下，因为反正大家都要办嘛。你觉得你们是在办个交代吗？那包括侯友宜挺越人质的那些力道够不够？这个好的开始成功了一半，以前连做都没做，好的开始做的嘛。今天我还是提醒党部一句话啦，真正的动员力道啊，有2句话以后，我们是人山人海。第一句话叫做这国家快亡了，去庆祝中华民国保卫战。你今天不要再弄那2个公投，那个今天，请问你什么最能号召人心？反共。当然是中华民国保卫战。他讲反共，那这些罢免团体他们都是台独，他不讲台独。那我们呢？他们总是反国民党吧？那我们讲台独，他们不会反对。
不管是皮金儿、小花这些人会反对吗？不会，还是史书华，没有一个会反对。他们取巧，因为反共是70比10战争，比10的战争，喜欢老共识嘛。啊，这个太取巧了。好，那我们呢？我们怎么样？请问台湾支持台独多少？大概20，反对多少？他可能有60、70。所以，而且我讲说，只要反台独，其实吃一场叫干嘛呢？是民进党挺台独，一边一国，内政部长讲这样，而我们反台独的战争，这个才能把人激出来才能救徐小琴这些人这些人把国家拉到国家保卫战，当反废死的时候，我没有反对反废死你的公投，可是只是那30个人枪不枪毙，什么时候枪毙？而且他也不会把你们搞到同一天，就算同一天，他临时枪毙一个你就瓦解了，对不对？我说赖清德，他可以决定死囚犯。第二，请问一下，今天大家关心30人的什么时候枪毙？该枪毙，我认为还是2300万人打仗会死人，哪个严重？所以重点，我觉得主轴要改变。这就是一场，这民进党。你有跟朱一伦讲吗？没有，我在节目讲就好了。这就是一场民进党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挺台独，我们反台独的战争。我要回一下，就是因为小平哥的逻辑跟论述都很清晰啦，在国民党当中，老实讲是我们常交锋嘛。其实我更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国民党面对这次大罢免又没招了，回到现在是2招。第一个就是讲司法，你们现在都是赖清德在管的啊，不是我们就法论法嘛。现在的状况是台南那个东西做到粗鄙到，台南的检察官你们都已经要灭证了，你能够不把你压起来吗？这实务上你看那个相关的新闻，就已经有灭证之余、串证之余了，不把你压起来，那台湾司法才是无法无天。快2000个死人联署，你说2000个多少人吗？2000个这个摄影棚全部塞满，这几十间，太恐怖了，太恐怖，这整个摄影棚塞满，也只能放灵骨塔，2000个死人很多，2000个是整个操场都占满了，对，2000个很多这个就是伪造文书到无法无天嘛。台湾本来就该办，司法办，人民会给掌声。这第一个我的看法。第二个，台独牌嘛，可台独牌这个事情其实很好。因为辩论到最后，民进党我们的论述必胜。你看今天又让我机会讲啊，我们的台独党纲后来因为有了台湾前途决议文，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已经去讲了，台湾跟中国互不隶属，我们目前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不需要再另外宣布台独，而未来要任何形式的改变现状、改变我们的国号，要有2300万人决定。你每讲一次，我就再讲一次。台湾全图决定文在民进党内部通过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方向。那2300万人公投了吗？当然现在没有统独公投，不能弄，只能公共政策。那第一个你就修公投嘛，我也同意修一次公投来搞一次，然后可是10年之内不能再提出统独公投，然后2300万人没有这个公投，而且还没有投票，然后内政部长就一边一国了。那还要怎样啊？国家还不够乱吗？那部长都违宪了，怎么弄啊？对啊，小平刚才中间有提到一个，你觉得国民党现在是自己把自己打到现在，连赖清德的态度，你觉得现在都已经聊下去，要去整个在大罢免上面，你觉得赖清德这种都已经聊下去？我就要你命，我什么都敢做嘛。OK， 概念是这样的。是这样嘛？就大家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理解，就是怎么会搞个35比0？现在第2阶段，好，等一下会谈到领导讲说，明明他们自己查核觉得有8个过，为什么？好，这个是另话。可是真的是过程当中，大家觉得国民党怎么会打到是这个样？而就是因为整个大氛围已经到了风向变成这样，所以感觉上赖清德这种号，因为也是民进党主席，是本来他对于大罢免，是完全不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想的吗？还是因为现在风潮已经走到这个，他如果不这样子下去挺的话，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宣布第2阶段，民进党所有的党公职要全部聊下去嘛。也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怎么会是打成这样，或者整个风向是这样，觉得说民气民心是这样，所以他决定聊下去。我先讲其实这个时间点不同的时间点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看法都完全不同。OK， 我们认真想民进党在2个月前，我们是不是就对外讲说我们尊重且协助？当时我讲这句话是被大家骂的。我们很多名嘴的朋友，还是说是网友们或台派的人，就是骂说你们这个就置身事外。可此时此刻，我们讲尊重跟协助。这一些支持罢免的人对我们不敢说肯定，至少能够接受我们的讲法。原因我认为两个点。第一个点，这几天你们看到无论花莲、台南、台中、桃园场的，所以你们口中的正规军，我们办的座谈会，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告诉大家，你们在立法院蓝白删掉的预算影响有多大。
在之前我们本来不想办，我们内部有评估的小组，我们内部也有讨论，可是一直都没有见，没有出敲，是因为我们等立法院最后的补考机会就是复议案。复议案如果韩国瑜当时可以影响几个蓝营的立委，稍微让他有点空间，只要一过，哇，韩国瑜的威信马上来了，因为复议案只要一过。直接立法院院长重新召集这个预算的协商，哪些该砍，哪些该不该砍？请问我们民进党还有任何的理由跟论述？行政院长卓荣泰带队去跟大家讲说这几个立委很烂，我们有理由吗？难。所以第一个是因为复议案是预算的部分，第二个我认为上一次我们上个礼拜正式的宣布，就是秘书长然后跟所有的主委一字排开，告诉大家我们的民进党的党公职转化把我们的服务处变成是民主加油站。协助所有的公民团体，我认为关键点在哪里？我认为关键点是新店，罢免团体，直接行使人民的权利在那里，结果被反对者直接扒头，以及我们在各地发现，包括像台北，公民团体要借场地，说徐小清全部借完了，包含在各县市被不公平的，像现在新北要罢免叶元之的团体，要去借场地，新北市政府居然跟公民团体讲说，哦，公园你可以借。但县长不准有罢免叶元之的口号，这什么跟什么？就你们可以，我们不行。公园你可以借，但县长不准有罢免叶元之的口号，这什么跟什么？就你们可以，我们不行。武器不对等的，那我们民进党一直自诩我们是台湾民主的第一品牌，认不认同是一件事，可是我们自诩是。那人民当他自己的罢免权被侵害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站出来保护他们。我觉得这个是改变的最大的症结。OK， 慧珍是同样的，我们先把几大阵营之间各自在周末所有的事情，对，民众党也办在板桥，而且对，因为各阵营喊出来的人数，那个在花莲，然后民进党大概说4000多嘛，对，刚刚冠廷有讲，对，国民党在板桥算大吧，对，然后国民党的媒体上面讲大概1000多人啦，或这样。啊，民众党也办了板桥，然后他们是6000人。OK， 好，所以最盛大的一场活动是民众党这一部分，你自己怎么看待？国民党，因为刚才你看黄昌之前讲，他不是为了大罢免而来哦，他是为了直接民进党贪腐的政府，然后就直接为了让人民知道民进党政府到底是怎么样，他到底目的是要什么？我觉得他当然喊出来口号叫还钱于民嘛。但是整场的就是看起来荒腔走板，但我认为他自己本身目的是要告诉侯友宜说，我们民众党还是有量能的啊，2026你不管你要怎么样，不要忽略我们的存在性啊，就不管是你谁要出来谁不出来，然后你双北的这个议员干嘛的话，我不一定能成事，但我肯定能坏事。他今天就坏事给你看啊！他在媒体专访他也直接跟你讲了，他就告诉你说他很清楚啦，三卡都一定输。对，其实他这话。某种程度就直接喊给蓝营的人听了嘛，三咖都一定输，你们看着办。是，然后就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情绪勒索嘛，就讲说，那个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好像看起来2026事情还很远，没有哦，我现在就站出来告诉你，永远不要低估我们白银的力量。但是我是觉得很有趣哦，他不管去任何场合，永远就是基本上安诺啦，大家把它整理出来，从2023年，然后民众开讲啦，2023年12月15号啦，这个也是，再来是2014年的1月10号，然后连甚至之前就是韩国瑜在选的时候啊，也跑到那边，然后讲到说啊，这个韩国瑜什么以前他们势力怎样，最后如此腐败的政治必须彻底扫荡干净，对不对？还有傅昆萁，他有就是的黄国昌的背影遍布全台。我给你答案好不好？他喜欢吃巧克力，他是赌神。没有，我跟你讲，只看过背影。对，这答案不好笑，我觉得答案比较好笑。他说你不知道那个黄国昌的背影已经快要变成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标记。我说什么标记？他就说只要这样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啦。背。背后那条骨头，是不是？你看，对不对？我自己想，就将军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后面那条骨头嘛，背骨是脊椎骨还是肋骨啊？所以我没有讲说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政治标记啊，没有政治标记比这个还清楚的。一讲我恍然大悟，你看，真的，我刚刚完全没有跟小武哥事先沟通，小武哥马上就猜出答案，比手画脚，对不对？经典题，大律师反应比我们快，对，快，你看查到事实真相，律师比较想不到被告头脑比较灵活。但是小武哥第二个字不敢讲
讲出口。没有，这基本上让大家各自想象，各自想象。对。所以我会想说，有道理耶，哈，就是说，当然这不是用黄国昌自己的用意啦，可能他认为他这种照片有点像是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好像有点天将大任于斯人也的那种感觉哦，我要来承担整个责任，所以一个浪迹，然后一个孤独的背影，然后感觉上在负重前行。你们小草所有的一个岁月静好，都是因为有我国昌在为你们负重前行，这样的意味在。但是更多人可能会猜到的是政治标记，那答案是什么？就参考刚刚那个将军特别讲出来的。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这一次的你要说是秀肌肉吗？还是说各自有一个舞台，大家来看一下实力。待会再讲那个叶元之那一场。我比较讶异的是，天哪！你的民众党，你也花了这么多天的时间在准备，就你准备出来的，竟然是荒腔走板到什么地步？你看陈之汉，不要说别的，他自己拿麦克风，蓝白砍预算，真让政府无法做事吗？他们说是。你才300人，事先沟通一下有很难吗？先请那个什么叫职前教育、勤前教育一下有很难吗？好歹要告诉大家等一下我会说什么，那你麻烦帮我们我们就一起喊什么口号？那你这是什么？而且他问的实在太复杂了，蓝白砍预算真的让政府无法做事吗？请问不然呢？你的答案是什么？他也许要讲的是说我们蓝白监督政府，那你好歹前面应该讲说政府乱花钱，蓝白监督政府有错吗？没错，或是不是应该监督政府是，对不对？那怎么会搞到后来大家都3条线，而且这还不是第一个。还有再来，这个我觉得也超妙。这个呢是他们的一个发言人应该是主持人陈世璇他先这边讲说财政纪律地方的功劳啊，你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你也在讲财政纪律啊，结果你现在怎么样？结果他就突然又讲了而且他之前在讲的时候还先讲什么？他说民进党的场子永远都是主持人自己在那边讲下面没有人回答，也是旁边的主持人回答。就他刚刚一讲的时候，也是旁边的主持人回答。然后问他说，过去坚持财政纪律的是谁？民进党，然后而且他还想说不是啦，是民众，就是你连办活动都不会，我跟你讲，大学的团康活动都没有办得这么拉彩，然后这还不够扯，最扯的是这个，他们邀请了一个算是公务人员的代表，一个叫朱志宇的，应该好像也是他们自己的党员，要来讲一下有关于这，就讲一讲，他点有这个他大骂特骂是谁？是你们自己的吴春成，然后就骂说，哎呀，这个吴春成做了最坏的示范。所以你整个民众党的弄出来这个场合，你什么还钱于民，什么大家都完全失了焦点。光是当天下午整个全部都是这一些，然后大家都笑得非常开心。你到底的诉求是什么？完全没有人知道。那你有因此而分摊到蓝营的炮火、蓝营的现在面临的压力吗？也完全没有。你只是纯粹的沦为笑柄。那再来回到刚提到的这个叶元之那一场，我觉得叶元之的那一场对我个人来讲，我完全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就是朱立伦对于翁小玲赤裸裸的不屑，对不对？他他跟着，你看他跟着他后面，他说你去后面了，你去后面，他把他弄后面去，就我们在西娃又跑去朱立伦的正后面，马上又被朱立伦2度撵走。那个真的就是用撵走，而且旁边的人一大堆人表情，你再仔细看放进去，你想说天哪，这根本是你看侯友宜拿麦克风，心里想说你一起喝啊，不，你这帮人在搞这个什么？现场大家全部都傻眼，多么难堪，怎么会搞到那个翁小玲本来是你的明日之星，在2022年你一度还因为你那个岳父的关系想要提名他变成是新竹，一定有交代不要占席位，他就不听。前面很多事他都不听。不是，我不懂，那为什么他可以一直跟着可以叫他不用去啊？对啊，也可能没有叫他去，他自己跑去。因为也不是你们国民党所有的不分区全部都到啦，因为只剩他一个愿意来了。应该这样讲，我认为不会特别通知不分区，一定会通知在地的其他4个议员跟新北的6个立委，其他5个一定是这样，其他不会通知的啦。那所以你觉得他是自己去的？我觉得他自己去。我来说明一下，国民党通常办造势不分区，能讲的变来宾。对，能讲一定要通知，拜托你来一下。谢荣这种会加分的，对，会加分的。能讲的变成讲演的来宾，那个会炒热气氛。对，然后呢，不能讲的可以当背景捧人场。
会捣蛋的去买宵夜，对，那现在是买宵夜的上来想当来宾，那当然到旁边去啊，越躲越远。没有重点一件事情是那个实在太赤裸了，而且你知道吗？本来人家讲说，翁小玲不是你2022年还想要把它变成新竹的，对，那你现在怎么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本来他认为翁小玲我觉得翁小玲他的那个脑袋还没转，他想说我上次2022年没有办法批战袍选新竹，就是因为我知名度不够嘛，所以我2024年我的首要之务就变知名度嘛，所以他一开始在立法院的时候，他不是就是惊天之作这个横空出世就讲的那一句嘛，我就是比你大，怎么样？还要反攻大陆，对，就是我就比你大，然后扯一大堆嘛，对不对？就是说什么过与不及都不好，知名度太高也不就是太高过头了。而且过去这一整年开始就串烧嘛，就变成是人家会认为就是整个立院三宝嘛，立院哪三宝？就是傅崐萁啊、翁小玲啊，然后可能就是再加一个王宏威之类，就没有想到就搞得你后来人家今年呢，他已经容忍你1年了。今年在2月24号的时候，朱立伦在自己的内部会议上的时候，还说有一些不分区不要出来闹事，然后大家马上说，那个翁委员那个主席是不是特别有暗示你？翁委员说没有，他只是提醒我们而已，就是他不承认，他不愿意对号入座。所以现在那个朱立伦等于是当了全台湾人面前都是你啦，我哪是恭喜啦，像个逼耶！你对范老师这是有意见吗？我要去收金了，因为他每次都不认真，所以我故意刁他。而且在我讲话，你怎么都对博士这样了？对，所以我都觉得说他的态度应该就是那一种，只差没有叫他去布帘后面。那为什么会搞到这样子？因为就是你翁小玲，你真的就是变成是新给能谋棒给赛物啊！大家都会认为说你应该降低仇恨值，结果你怎么搞到开始还是在大燃烧的仇恨值？结果我跟你讲，翁小玲也是很角色，他弄完这一出，对不对？他马上在他脸书贴出什么？他说他去看了一个国光30春分启动的戏曲。他看了2个，周楚除三害，金玉如棒打薄情郎，就会在粉专贴出这个。结果呢，马上有人在写说，翁委员今天看到电视，看到朱主席叫你站后面，有点不舍。他真的很多党内人士对他也非常的不满。结果后来下面有人回，不管翁委员你站在什么位置，永远都是最棒的、最专业的委员。然后翁小玲回谢谢。他有没有说没有那个我们朱主席怎么没有？这代表什么意思？谁是薄情郎啊？然后是不是代表着这个薄情郎就是朱立伦啊？第二个，周楚除三害，你以为把我翁小玲叫去旁边、叫去幕后就没事吗？你现在除掉我。你搞不好是大家眼中听最大的那个害，周楚最后除的，对，你自己就是周楚，好不好？相煎何太急。你搞不好是大家眼中听最大的那个害，周楚最后除的，对，你自己就是周楚，好不好？相煎何太急。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刚去给播我们在希望都已经人家大军压制到这个位，你们内部还在演这一出，又是棒打薄情郎，又是周楚除三害，我看整晚都会被端掉。对，惠贞刚刚最后讲说，当大军都已经压阵到这个时候，那国民党内部到底要展现出怎么样能够挡得住这一波所谓的大罢免浪潮吗？任俊，我们前面讲是一般作战，前面空军或是飞弹互轰，到这个礼拜开始已经进入了各自正规军，大家开始。那你看得到嘛？陆战全部都出来了，大家各自动员是这个样，那要让能够吹出所有能影响的人。只是对一般民众来讲的话，他眼中看到，对于这次大罢免，对于民众会有什么一些影响？譬如说，每个阵营都会说，我们在宣讲的过程当中，那当然是从民进党开始嘛，说宣讲的过程当中，旁边欢迎所有的罢团来拜，这就我们常讲风仗火势，火助风威，就是这个样子，大家互相。蓝营看起来也会要这样，那白营那时候也讲，他也欢迎要罢绿委的，也可以来这些地方。你看完以后，可是今天媒体上报道，要到第2阶段，说要破万，其实算一算，其实开始第2阶段到现在差不多10天左右了，出头，差不多是这样。那个破万，说有9个国民党的委员是不是已经破万？这就表示他们的策略是成功的吗？我先讲啊，因为这个破万是媒体的报道啦，说有这个有9个罢蓝委的选区有2阶破万哦。那确实陆陆续续有零星的这个罢团有讲，就是说他们2阶进行到现在为止是破万分。刚才冠廷讲说，光一天
就礼拜六在花莲那一场，现场就收了上千份，对啊，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表里为用嘛。那罢团本来就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显性的表示啊，那大家有时候会看人潮多寡，选举就是这样啊，因为罢免也是一个选举啊。不过我先讲一下，我就说民众党，我先讲民众党好了啦啊，民众党就是一个很嫩的政党，因为如果你看到刚刚慧珍讲的那个奇奇怪怪的事情，你就知道在选举造势场合啊，通常要群众回答最简单的就是是。那主持人如果发现到民众回答，今天要补一句嘛，就民众党是不是这个怎么样？是不是你就要后面讲，可是民进党就是没做好嘛，所以我们把它拉下来好不好？大家都后头结束啊，就不是拍谁公唔丢啊，公唔丢啊，不是公我跟你讲。你这个我懂了，你说陈志汉的那个问法，对，因为他是用反面的问法，对嘛？他说蓝白凯运算让国家没有，这是真的吗？他的答案说不是真的，太长了。选举场所有人没有人讲就只有4个，都是选举口号不能有逻辑，对，谁会用这种方式来希望得到一个负面的答案？而且那有一个最糟的效果是，群众发现他被你纠正了，我跟你讲，下一个问题他就不回答，因为他会不知道在干嘛，要回什么？对，他要回什么不知道，就我就讲就是嫩啊。不过回来看啊，确实，你看我那天讲说，民进党其实在做选举场。其实这3个场子，你真的回来看有点不太一样。民进党，你与其说他在讲罢免，没有啊，刚刚冠廷那个态度很明显啊，他这个是开疆辟土嘛。就我以前花莲，我哪收得到这些东西？没有啊，我现在这个场子是直接这些人就出来。那你想想看，这些人可能对民进党来讲，他不知道这些人显性的在什么地方，但他愿意出来这个场子，那个叫做开疆辟土。民众党哦。我觉得国民党应该看到这个会气得牙痒痒的，因为黄国昌在那一天也被记者问到，那你挺不挺叶元之？黄国昌连回答都没回答。就那个场子，民众党像是什么？你知道，他像是这个新开的店面，想办法去抢客人。好，反正你们这边不 OK，没关系，有些喊。所以呢，那个在场会变得有一点像是把国家交给我。但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把原资还给你啊？因为你今天特意挑一个新北板桥的场子。就为什么国民党之前一直在说什么新北首场高度关注就是这个板桥嘛？那你板桥只有一个，就是你新北只有一个立委吗？也不是嘛。所以我就讲说，民众党现在看起来就是，而且在那更之前有一个叫做陈佑成的人，他说，如果被罢的蓝委希望白支持者能够去挺你们要有什么？要诚意啊。要有一个诚意要表现，那什么叫做表现诚意？不知道啊，他没讲啊。但我们认为的诚意应该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嘛。那看起来国民党到目前为止诚意还没有展现出来嘛，因为也没有特别要跟民众党或怎样嘛啊。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当你看到这2个的时候，你再回来对照国民党。当民进党已经开始在开疆辟土了，他希望拉到新的顾客能够成为我这边的时候，国民党在干嘛？他希望能够拉住原来旧有的顾客。可是有用吗？光新北的那一场，你说让叶云之上台讲话2分钟，我才不懂叶云之是不能久站在台上吗？他从头到尾就站在台上就好了嘛，他就是一个新北的场子，就板桥，大家也都知道那个场子，因为解读外界一定会认为就是他要挺叶元之嘛。你让他从一开始站到最后站在台上很难吗？没有啊，叶元之讲话就下去了，然后其他人就轮流上台。但是你们那些人是要干嘛？是你们是主角是？没人懂嘛。就说这一场会让大家会觉得很好奇的是，不要讲说是不是什么行礼如仪，还是每一个人觉得我上去露脸，然后表示我尽了一份力。那这份力到底对谁有帮助？老实说不知道。老实讲真的不知道。你说要谈叶元之的表现，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他可能也有点尴尬。不是说叶元之没表现，而是因为大家觉得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有很多事情是荒腔走板。但也没有关系啊，你就搞一个，反正你一堆人都上去，我就是不能懂这件事情。那一天我们还在讲说国民党的那个场子因为还没办，我不敢讲。那些5哥问我嘛，说你觉得国民党那个，我说因为还没办，我不敢讲啊，因为搞不好他会出人意表之外嘛。但这一场我真的觉得最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真的就是叶元之居然没有全程站在台上。这不是你的主场吗？就算人家叫你下去，你也应该站在台上啊。可是好歹侯友宜说了。
那个大家要改听秀，然后他有做事，他还举了2个嘛，两个，一个是幼儿园嘛，有出席会刊跟争取幼儿园。好歹大家不都要听侯友宜直接从口中讲出他要挺幼儿园之，好歹他讲嘛，对不对？听秀2个字不得了了，对不对？是不是最高级？是不是？是比什么高？我不太知道国民党这个100场哦，新北会再办第几次哦？但就这么一次而已吧。哦，侯友宜，你当时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时候，你在体育场办的场子有多大？你今天你当一个这个县市首长，你说在场多少人？1000多人。任景，你讲到一个这3场是各自包括媒体上面的人，绿营的花莲场嘛，媒体上讲说现场超过4000嘛，国民党这个也是媒体上讲说现场大概1000人到场。对。那这是也是媒体上讲，民众党自己也讲，他们现场人数已经大概有6000人。我的意思说，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因为这是第一场，是啊，对不对？大家都要关注的就是第一场，尤其你到花莲去，对绿营来说，拉到花莲去，我在现场要能够召唤出4000多个人，对蓝营来讲，板桥当然是主场嘛。是啊，这个主场就算吹也应该要吹说，我现场有上万，我也不知道那场地，反正你不管怎么说。绕出一个1000人，会不会也让大家觉得说，这像是蓝营在主场要吹出来的人数吗？我讲一个嘛，黄绿锦如怎么对付钟小平的？他一个人要搞多少份？钟小平一个人出来号召都超过这个1000多人呐。哦，那多了。就你国民党一个主场，他第2天要搞2万了。不是你一个主场搞成这样，然后你说我舞台也搭了，哇，一堆立委上去了，侯友宜也上去了，党主席都上来，1000多人。你跟我讲的是干嘛？我说实话，就说你今天回来看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让有些人会觉得说国民党到现在为止，不要讲说罢掉几个啊，你说国民党真的没有战法？我跟你讲，林涛那个说法很贼啊，对不？你跟林涛也是好朋友嘛，他很贼嘛，他先点名几个嘛，他所有的牌都在他手上嘛，我跟你讲啊，我们觉得这8个会过了，你为什么不公布啊？不公布你一定有鬼，如果公布出来没有8个人，你看我们自己算都有8个，你看一定有人恶搞，他这个牌是他打一个稳赢的牌，但林涛不是主角嘛。今天看的主角，今天老实讲，你说叶元之主角或是什么？叶元之当然主角啊，可是你其他人是把自己当主角，还是把自己当成什么？我不知道，还是你把自己当成小菜，还是怎样？你在整个场子做完之后，没有人知道国民党到底想干嘛。有一个我不是很我要跟小平可能论调不一样啊。刚刚小平讲说，哦，这个当然你要这个国家嘛，把国家当主轴。对不起，保卫战，民进党现在就在打中华民国保卫战。现在不是吗？一国不是，没中华民国。你现在看的是后面的这一个，但是你没发现到从陆配的这件事情开始，民进党在打的就叫做中华民国保卫战。他的论述早就已经跳过，但你可以去讲，因为刚刚我相信小平刚刚讲的是因为刚刚冠题没事提了一个什么台独那个台湾前途决议文啊，但你如果真的回来看，民进党现在所有的论述就告诉你，老共要来武统灭掉中华民国，老共要来武统灭掉台湾，这个论述其实早就已经在发酵，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会看到赖清德那个什么17条啊，17个对策，你会发现到国民党即使一直骂说你就是要搞战争，我就问。以前台湾人很怕讲到战争，觉得说你这个就是要挑起战争。国民党的论述发表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天，有引起多少人去发动这个共鸣？如果这个共鸣之有效，你朱立伦搞那个场子1000多个人，所以我就讲说，现在看起来了哦，民进党跟国民党它两边真的完全不同。当民进党开始在开疆辟土，我们那时候曾经讨论过，民进党为什么搞一个花莲？刚冠廷讲得很清楚啊，以前花莲对他们的认知啊，他们觉得花莲人会怕，不敢表态。但我跟你讲，经过这一场之后，民进党虽然以前我也对副总统没有不敬哦，萧美琴也深耕花莲非常久，他敢不敢讲说我到花莲可以做这个场子？如果没有傅昆萁的这个事件，但民进党今天可以跟你讲说，我走得进花莲。那国民党你走得出新北吗？你光板桥这一场，我到现在还一直很好奇。国民党在板桥50万人口里面，你的支者，你看那些选票能够多少？连叶元之自己都能动多少人，我都不知道啊。叶元之你在这当地，你选票拿到多少？1000多个人站在那个地方，连你自己支者都捍卫不出来的时候，你跟大家讲说，你还期望别人怎么去帮你挺吗？连你
你自己支持者都捍卫不出来的时候，你跟大家讲说，你还期望别人怎么去帮你挺吗？将军，我要讲一下哦，其实我们现在要出来罢免或反罢免，有3个阶段要做。第一个主轴定出来，主轴定出来。第二个呢，你的对象要尽量扩大。最后一个是什么？你的来宾要有共鸣。你请来的来宾要有共鸣嘛？那你看罢团的所谓的主轴是什么？罢团的主轴叫反共保台。叫反共保台。反共没错吧？我相信国民党的应该比我还反共。那个罢团连2蒋的照片都拿出来了。这个从来没看过。你台独的人会拿2蒋的照片？不信2蒋。因为2蒋出来对罢免有用对，我一句话讲清楚没错。可是至少他们以前就是反2蒋出身的嘛，可是他们拿出来了，可是权宜之计，对，权宜之计，人家也移了嘛，对，而且最主要是2蒋的照片拿出来，把一些蓝的人吸过来了，这才是厉害嘛，你的主轴就是要够响亮，能够渗透各个族群，这才叫厉害。第二个我讲对象，整个蓝白的对象是哪些人？他的蓝白对象是什么？就是针对赖清德。针对卓荣泰卓荣泰下台会发现喊错了，卓荣泰下来收回来了，因为卓荣泰下来就倒戈，那就要重选了嘛，所以只敢讲赖清德下台。可是所谓的民团跟民进党绿的他们对象可多了，傅崐萁啦、王宏威啦、徐小新啦、叶元之啦、马维君啦，还有包含武统的陆配，都是他们对象。你看他对象多嘛，他对象多打起来就响亮嘛，族群就更广。最后我讲到所谓来宾很重要，要求来宾很重要。蓝跟白的来宾不是黄国昌，就是主席嘛，要不然就是县市长。可是你看看罢团的来宾很怪哦，很厉害哦，假日飞刀手，陈信义是来宾，夜霸，还有导演，然后再加上什么这个八炯这些曹董，他们的来宾很广，非常广。这些来宾你要把它定义是蓝还是绿，很难定义。它的渗透力量就广。所以我最后再讲，那行政院做了什么事？行政院卓荣泰到了这个花莲，我听了一个这是以前行政院该讲而没有讲，他终于讲出来了。他说现在有3个坚定，3个一定啊。第一个，对于暴力叛乱是全民公敌，一定严办。这个以前没有讲过嘛，以前没有讲过，那只有老蒋在当总统的时候讲过，就叫做这是惩治盗匪条例嘛。那第二个，对于国家不忠一定严办。第3个，军人内乱外患、抗命还有废弛职务一定严办，判军法。我觉得这3项讲出来，你说这个判军法，深蓝的同意耶。我到现在为止，很多深蓝的老前辈都传简讯、私讯，还打电话到我服处跟我讲说这是对的，可是怎么是民进党做的呢？我很生气，我说那该不该恢复？该恢复。对，但他并没有说不该啊。所以我才说。整个国民党在整个反对罢免的时候，你的主轴到底是什么？将军刚刚讲到，包括主轴，方老师，你看得到这2大阵营里面各自在面对罢免的时候，那个主轴会非常的清楚吗？包括刚刚讲找的人，因为我相信那位主计长。他大概从事公务生涯这么多年，一定也没想到有一天，陈淑芝，对他也会跑去讲，然后他讲说，对，他就很骄傲，他觉得他单身，但他从事公务，所有这些奉献给国家，他就很这样。你会注意到，他们就把当初跟傅崐萁之间有过让大家讨论过的人，请来去做这些。好，这些包括主轴，包括各自能够吸引人的，所以打到现在，大家会问的一个是说，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民进党在打这个，不管从前面他们在第2线，甚或现在等于也是到了第1线了。那个过程跟行军打仗一样，行之有序。国民党到现在，刚刚讲小平也急啊，说兵临城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主轴才能吸引得出来他们的人？包括要找到什么样的人才能扩大他们的支持度？也寄望一个白营能够是强而有力的友军。但刚讲来问你叶元之，你支不支持？你好歹黄珊儿讲说这是国民党的委员非常优秀，大家当然好歹讲2句嘛。这些东西对蓝绿跟白之间你会怎么看？那个主计长那个陈淑芝嘛，他会去花莲。我之前在别的节目就说他一定会去，我就预告了，那主持人还不相信，那果然就去了，对不对？他有政治 sense 嘛，可以操作嘛，他就说，哎，我单身，我不是当祖母，我也没有当过母亲，这很多
女性主义者他们所支持啊。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很多女生也不愿意结婚呢。我旁边这位就是啊。他真正惹毛我的是说，我们这个年纪有机会的话都当祖母了。对，什么意思啊？好像我们是没机会一样，你前面多傻。所以说，这就是民进党。轻熟女怎么想到祖母去了？不是啊，我是一下子，而且你没跟到，他小编没跟到，他不晓得这个东西是傅昆萁在立法院。我知道，而且他是说他了，对，我说没有，而且最重要是，现在40岁以上的单身的是489万人，所以我们才是主流，好吗？好，所以范老师一句话。小心讲话。我一向很小心我在这边我都非常谨言慎行，所以我很生怕性命不保。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罢免，它的主轴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反共拒统。所以我一直想说，朱友仁如果在昨天的场是反共必胜，建国必成，那就不一样啦。国民党为什么不敢讲反共？国民党为什么说我们拒绝统一，拒绝武统？为什么侯友宜不敢讲啊？我搞不懂啊！国民党为什么这2句话讲不出来？这是他们的正统这是他们的正统。对嘛？就是你对不对？既然罢团是反共拒统，你们也反共拒统啊？对，你为什么不敢？叶元之人不敢讲？所以就变成说你他的主轴，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我觉得国民党今天还搞不懂，他们还一直说啊，这都是民进党侧翼啦发动的，这些民团很多都甚至还有。我说这叫新台派这跟过去台派不一样。过去台派就是公台义啦，所有场合不要说卖公帮北京话，要学公台。现在不是，你看现在曹新是外省人这个我们这个将军也是外省籍啊，还是国民党的就变成他现在吸纳了这些民团是，还有什么我今天还遇到一个香港移民来台湾的，他也参与罢免在桃园他是负责人就是这些新住民。然后他跨省级，然后他政治意识可能不是很强，他只认为说我们台湾不应该被中国统一，就这么简单。我要维持我们现在的民主，所以国民党到今天还拒绝承认这一点就是1945年2战，中华民国是战胜国，蒋介石那时候不得了啊，全世界5强之一，为什么不到4年就被赶到台湾来？那个时候中国的最大党是讨厌国民党。只是共产党他利用了这个东西，然后当时什么最厉害？学运，罢课，罢工，罢商，罢市，是结合了这些非共产党人才能够把国民党推翻今天同样的只是罢团这些士农工商跟民进党站在一起，讨厌国民党，讨厌傅昆萁，罢免傅昆萁就是罢免叶元之啊，虽然叶元之是很危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潮流。国民党今天是挡不住这个潮流，所以才有1000多人嘛，因为你没有诉求嘛，然后这样很多时事，例如说我们看到最近是这些陆配什么雅雅啦，什么思琪啦，什么小维还有像这个什么今天还有个叫弯弯小月这些人为什么被这个时候被搜出来？我不觉得，我觉得刚好应该是这个大的浪潮出来了嘛，就是我们要反共拒统的大罢免了，对啊，因为他以前也都在讲，对，这时候这2个就在现在这个氛围之下，所以还要柴火嘛，对，接签不容易。然后这些人的讲的话，然后你看这个雅雅被驱逐，大家一片叫好，很多人说这个以前蔡英文没做，赖清德做到了，有价值这些人就是败坏台湾所以但是我要讲，大部分的陆配。都很低调他们都是很勤恳的台湾工作，对台湾贡献也很多，他们甚至也很爱台湾。可是这些少数的中配，就拿来做，这个时候刚好添柴火你看那个北一女那个女老师欧桂芝说，为什么要赖清德？为什么要这个什么17点这个数打击我们那个国内的共谍？他说我们有亲人在对岸，我们怎么办？讲这个话。更被批评了，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火会越滚越大，就一直有事情出来，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国民党你们就知道，你们如果跟对岸好，你就叫对岸不要军演嘛，每天都在军演，一直军机绕台、军舰绕台，那大家更会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反共抗统，这种的声音就更多了嘛。所以我觉得今天国民党很麻烦的就是说，他没有跟主流民意挂在一起。那刚才小平说，哎呀，赖清德。用什么司法啦什么的问题，光台南的那个问题，我跟你讲，那个又会再烧起来现在只要是国民党
联署的每个案子去查的话，你看会收押多少人？但是你说这是司法迫害，那我要问的是，郑文灿也被收押，郑文灿是国民党的吗？陈怡君台北市议员未来的对手也被收押，他助理也被收押。范老师，你刚刚讲的那段，罗志祥已经有先讲，他说搜索台南党部就是要剑指谢龙介。如果再照您刚刚讲，只要出现那种亡灵，就当然不是说1-2件啦，如果出现了蛮多件的这些，如果各地地检署都要去的话。罗志祥他们的意思是说，赖总统现在全面歼灭在野党的计划已经是现在进行式，所以这个如果照你刚才讲出来，他们就会讲说，你看吧，我就告诉你是这个样子了。那你如果你就跟那个霸团一样，你每一个都是非常仔细的，你说去联署签署，对不对？人家怎么办你？你怎么可能一次来个3000个、2000多个这个亡灵，然后签这个太荒谬了嘛？那你今天怎么怪人家要羁押你？台湾什么审检分立是早就有了，你不是检察官说要押就押，是法官要同意耶。所以我觉得你说我们今天能够撼动法官吗？反正我们有这么多有人说是恐龙法官，法官跟检察官本来就是不同的立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搞到什么？会搞到翻天覆地。所以你国民党只要联署的都有问题。我一个个去查。现在还会了吗？我听说到第2阶段，或是现在已经大家这么关注这个所谓的亡灵大军的问题。小平，你们应该是接下来每个联署都是到人家那个地方去拜托人家，就是要现场签了吧？不太应该还会有出现这种状况。现场签或家户拜访到人家家里签，或者摆在摊子签，对吗？或系统签，对吗？什么是不是同乡会啊？那国民党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怀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在路边摆联署站，哪来的联署？你说他们要罢免这个王定宇跟林俊宪，鬼才相信台南没看到一个联署站啊？所以拿出来的一定有亡灵一大堆嘛。那我觉得谢龙介会变成4大皆空。第一个，他要罢免王定宇跟林俊宪不可能达成，这本来就知道的。第二个，他可能被起诉、被约谈。第三个，他不用选台南市长。第四个，他的不分区可能都没有了。就4大皆空。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听过那个龟兔赛跑的故事嘛。乌龟慢慢爬，兔子跑前面，后来兔子兔子休息了，用乌龟超越它。国民党这次的罢免是晚起步嘛，你已经是乌龟了，你还睡觉的乌龟，对不对？所以难怪被兔子超越嘛。乌龟还是要睡觉的，乌龟叫冬眠啊，睡会很久啊。这个在国民党看，对，你一定起步比较慢，还不鼓励一点，还搞这些亡灵罢免。所以我真的觉得国民党真的不要再漏底线了。刚才讲到的小平，是你还记得吗？2012年那次总统大选，两岸问题是国民党的红利哦。那时候还记得到最后是，其实那时候马前总统跟蔡英文前总统那时候2个民调是跟麻花一样，还曾经落后1%过。对，因为宋楚瑜搞了一些民调，宋楚瑜，而且后来那时候是92共识，对，然后一些企业家出来说要挺，那个时候两岸还是国民党的红利。曾几何时，现在两岸现在对国民党来讲，就连反共2个字都被人家拿去用，就国民党为什么这样？好，再讲刚才任俊讲是2018年那一仗吗？不是说全国最大党叫反对讨厌民进党，现在也不是讨厌民进党，就你们为什么会活生生把这些所有你们手上的，管他是宝剑啊什么都丢掉，就只剩亡灵吗？这怎么会是这样子？今天呢，讨厌，我相信签的那些人呢，那些年轻人，不要讲民进党的人。OK， 请问大家摸着良心讲，10个几个讨厌蒋介石？其实到了蒋经国没什么反共了，这也不会打仗了。蒋介石那时候是想反攻大陆，他也想打过来。10个不要说10个，9个讨厌蒋介石吧。这个没有人可以否认我讲这句话。他们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蒋介石是谁，完全不知道，或不知道，不知道还用他的照片出来，是不是？那个罢免团体好，所以重点是什么？不然不知道，不然就反对他。可是权宜之计，他们就是会选举，有用，对，有用，我同意。他们用了反共这最大公约数。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因为从2019年的1月3号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习近平讲了一句话，叫做叫做什么？一个中国原则，一中各表已经变成了92共识，变成1国2制和平方案，1国2制的台湾模式，对和平方案，对，那个时候再也没有纵深了，92共识变成1国2制和平方案，1国2制的台湾模式，对，和平方案，对，那个时候再也没有纵深了，国民党跟共产党，是不是？一样不会发生。我讲哦，国民党现在有个核心的盲点，
小平哥刚才论述是说，这些年轻人拿着2奖的1项的，可能内心很讨厌他们，是权宜之计才用他们的嘛。但你要想的事情是，怎么会现在被这些年轻人跟公民团体料准了？当他们讲反共的时候，你不敢跟你们以前的党章一样讲反共。我跟你讲哦，为什么对方会权宜之计？因为料准一件事啊。当国民党的党章第2条明确更是大家说，我们要恢复中华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反对共产主义，写在你们党章里面。结果现在变成公民团体讲不对啊，国民党已经不反共了啊，我们反共，然后拿着那个蒋介石、蒋经国像消遣你们的时候，国民党这时候出来要破解只有一句话：我们哪里不反共了？我们坚决反共，结束。几个月了。没有，不坚决反共，谢谢民进党跟着我们屁股后面走。没有，小平哥是你啊。可是你看这昨天那个整个大人，对，小平哥这样讲超赞。昨天朱立伦讲，侯友宜讲，叶元之讲，所有这些立委们讲，我们坚决反共啊！习近平就不要统一台湾，不要武统台湾，我们坚决反共，我们恢复中华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反对共产主义。这在我们中国国民党党章第2条。朱立伦下一句，我们外抗强敌，好，内除国贼，国贼就是内政部长，好不好？哎，搞台独没有。但现在看起来，刚刚有讲到说亡灵大军联署的问题，那么看到蓝营也有人去告发，有。陈玉珍他们也去告发说啊，你们是不是也有这些针对这些，你们会有什么说法？我很少用这种名词哈，但是我拍谁？所以我今天允许我讲一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要脸的行为。为什么会用这么重？今天国民党在台南的状况，那个是被人赃俱获，搞到最后被压的关键是因为他们有人疑似要灭政，当然被压起来。陈玉珍他们这票人的反制方式，叫做去告公民团体说你们也去所谓的幽灵联署。拍谁？我还是强调，2000个亡灵大军，2000个幽灵，2000个死人联署，活生生在眼前，就是超名册嘛。这个时候就是被打要立正，然后犯错就要认错嘛，摸摸鼻子走。你们现在跑过来告，要请问这些公民团体每天在那边那个吹风啊，然后晒太阳啊，然后旁边这边联署啊，我就讲花莲场我们在办，他们旁边在那边收联署单，我们主持人要讲请大家活动完之后去旁边帮他们鼓励一下。台中场我在主持啊，那个连罢免丁学忠、云林的都来。我们先讲，我们看到了那个罢免丁学忠的朋友，大家给他们点鼓励，人家是一个一个在那边连的。然后你们现在跑去告人家，陈玉珍是不是跟王宏威不好？为什么？你这不是添柴火吗？不是啊，来的，我这是跟李彦秀不好。对，据我了解，他们情同姐妹，哪有这样搞的？然后我就自己打脸自己哦。我刚才是讲有情绪的，就是说你会把人家整个热毛嘛，就认为你很不要脸嘛，你们用这种方式去反制。可是用逻辑讲的话，你记不记得3月初的时候？当时那个被35-0，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当时那个罢免吴思瑶的代表出来跟大家讲说：“哎呦，罢免团体没有死亡联署才是造假。”当时你的逻辑是跟大家讲说没有死亡联署造假，就一贯走嘛。你到被告之后，你在法院、在检察官那就跟大家讲有死亡联署是对的，这是你的逻辑。3个月后不是陈玉珍等人。是出来告诉你们这公民团体也有你联署啊，台南地检署冲了，请北检也要冲，你在讲什么啊？这添柴火而已。不，任俊，你可以看得到，大家会这一次关注到整个大场，譬如说，花莲这一场完了以后，接下来媒体上报道，罢团可能是在329，还要在花莲大扫街啊，类似这些。显然他们把花莲这一仗看成是非常重要，最起码是有指标性的一仗。是。赢与不赢之间，最起码在票数上面，一定要让可能傅昆萁会感受到的威胁性。同样，对巧芯他们这些来讲，也是会面临到你刚刚讲开疆辟土说，那个开疆辟土说会不会出现另外一个效应？小平刚有提到，如果台中有任一个委员，假设在这次罢免里面有什么闪失，会不会对卢妈在2028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你再拉回来，台北大家一直都觉得好吧，我们天龙国嘛。传统都是蓝营应该比他占优势，现在不要讲一个白营在旁边跟你说，很多地方沙卡都大概都不用过，先不要讲这个哦。光一个蓝营，如果真的讲的话，徐小清那一区本来都觉得是蓝营优势区，那个民调一出来以后，连巧芯那一区大家都觉得怎么会内区都打成这样？如果内区打成这样，其他几个就算蓝营优势区，会不会也有这种威胁？是，当这种本来都觉得是你蓝营优势区，绿营其实在台北要拿到台北市长，老是觉得说是不是某种程度有很大的一个难度。可是当你每一个立委的优势区都被打成这样子的时候，
对蒋万安的2026也不见得有利了。这样子，他一连串你看到的只是这一次罢免，没有你说的开疆辟土，包括传统的沙漠区，包括本来他们觉得劣势区，靠这一仗全部都搬回来了。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阶段哦，要务实一点啊，哈，也没有说那种就是我一定稳拿，即使罢免罢掉，那老实讲，后面你还是要补选嘛。我觉得那个阶段难啊。我觉得难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二阶都，比如说现在大家讲说二阶其实不见得是真的到这么顺利，因为你前面大家动力有嘛，但你真正要过安全名单。是啊，要过这个安全的分数，甚至到最后要能够进入到罢免，大家愿意投票。其实我也必须讲，选民的心一直会在改变。这是为什么我刚刚讲，就是说花莲这一战对于民进党来讲，它其实具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你刚刚特别提到几个这个所谓的优势区啊，当然国民党在南部啊，因为他自己不经营嘛，我现在不经营就是说单一席次的部分，国民党就没有很认真想要做了啊。其中在北中东这3个地方。罢团找到破口啊！就说刚刚提到说，国民党也有人讲说，欢迎你们来啊！我很少看到政治场说，欢迎你来，你没来，你自己来，没有这种干法的啦。那一定是想尽办法找人来，哪有什么我欢迎你来说你们有意愿，但也欢迎你们才参加，那玩什么？那不用玩了，人家去到那边千里迢迢走到那边去，不用资源，不用什么，就那个看起来就是一个 social 型的，只想把这个场子办完。但回来讲啊。第一个傅崐萁他当然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因为他现在老实讲不是勾心姐的礼物啊，他从同舟计划进入到国民党的时候，事实上他跟朱立伦关系是非常，我想小平很清楚的知道这一段。朱立伦在那个时候备受攻击的时候，谁站在第一线是跳出来挺朱立伦？傅崐萁嘛。我问过傅崐萁啊，我说你这样挺朱立伦 OK 吗？他就讲啊，他讲说我现在不挺他怎么办？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他来讲。他还有一个身份叫做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如果傅崐萁的这个部分是可以成为一个破口，甚至不要讲说成功把它罢掉了。我跟你讲，光二阶这件事情如果可以成案，对他们来讲，对民进党来讲，对于要反国民党人来讲，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战果了。可是你如果再回来看，你刚特别提到蒋万安，台北市3个立委女将，李彦秀，然后刚刚提到王宏威，甚至徐巧芯。到现在为止，蓝营内部有人去责怪友台说：“你们没事放这个民调干什么？”徐宏庭搞到友台为什么会要去问这个？搞到友台说啊，我做民调还先经过你同意，我才能够发布吗？对啊，这个很奇怪嘛。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国民党乱了。从一开始觉得就说你国民党要出来公布内参民调，如果你真心相信内参民调，你怕什么？你就按照你的内参走就好了，你根本不需要去搞这些有的没有，就代表是你也发现到他的局势真的在改变。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侯友宜现在站在那个台子上面，好歹讲了叶元之2个好处2个优点，不是好处啦，2个优点。蒋万安呢？现在大家也在看蒋万安的态度。其实你说对罢团来讲，扣了一个帽子，说不对哦，你们现在开始用行政资源在挡人家，那是有帮助蒋万安还是没帮助蒋万安？这对他来讲到底是正面性的加分还是负面性的扣分？对许多人来讲，其实有时候我刚刚讲说选民的那个心其实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其实最怕的是怎么样？他真的很爱你的时候，你再怎么弄他也觉得我很爱他无所谓。但他开始心有点在变的时候，我跟你讲，很多东西就容易被放大。所以我觉得这个破口会回答的是，之前有人在点名说，你国民党接下来党主席选举，连中东锦都跳出来讲说，党主席选举可不可以缓一阵子？然后有一个叫张亚中的立刻跳出来，我跟你讲，再缓都一样啊。那代表什么？就是这几个地区，你说卢秀燕有没有人认为说他接下来可以去挺国民党？挺国民党的中央，去拿中央的位置？有啊。你以为蒋万安没有人在想吗？可蒋万安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国民党内党中央有没有一个氛围是认为地方的县市首长应该为你自己的立委去扛？因为你是寡霸藏逃嘛，就立委的就市长的下面是立委嘛。那蒋万安有多少政治上的 power 是愿意为这3个立委下去扛，说我帮你挺住？最少到目前为止，蒋万安的 power 其实没有出来他其实那个力量并没有出来，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好，我要捍卫这个。所以北市那3个，我也很期待看到钟小平的好朋友黄吕锦如怎么面对这一战啊。因为他自己一直在强调，就说，我告诉你，我选区有2个民进党的立委我觉得我一阶可以成案，笑死人。
这个阶段里面，你再跟人家讲一阶成案这样子，你还有几个立委现在是你要进入到2阶里面的阶段，你绝口不提爱你那你这怎么玩？如果北市党部主委都这样，然后呢，市长现在看起来只是想说用一个行政的权力去帮忙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我会讲啊，你讲完你说要走下一步，你看国民党内人支不支持嘛？不过慧珍是照理来说，先不讲主轴那些啦，就是到底那个师出有名嘛，一定这样要打出漂亮主轴，已经不管这个了。可是国民党毕竟绵密的是各地方的诸侯，6都占4都，对。然后包括地方诸侯，国民党是多的那刚讲，那在地方他就是最大的一个蚂蚱头吧，他护着所有的人，一方面护他们，一方面也为自己未来的政治生命嘛，一定是这样嘛。但是现在看起来也看不出那个组织打起来，大家能够这么绵密的互相帮忙啦，或者什么这些，这到底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现在还要看每一个立委自己要评估，我会不会进进3阶？对，那我是不是我相信这时候大概很少有立委会在镜头前面说，我觉得我不会进3阶。不是你这时候讲这个，大家不这样说有台中的，我就是不懂为什么理论上不应该会出现这种事，不是吗？廖伟翔的专长就是他专门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像是台中的那时候的那个对直播个大火嘛，星光大火的时候，不是大火啊，就是那个气爆的时候，他不是就出现在现场吗？那你莫名其妙，你突然之间又在那边讲说，哎呀，我认为我自己是不会进入那个第3阶投票啦。不过呢，不管是怎么样，反正你就是要出来投票。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觉得你不会，你可以通常就低调嘛，就低调，就低调会丢情啊，怎么到时候，所以你就会觉得。不知道是上面的人没教好，还是这个人的自己的判断有问题。总之，这个就出现，我自己认为我自己就是办事不力，你台中的啦，你以前台中的盘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很委屈，而且很荒谬的是，国民党自己讲，哎呦，赶快，到时候大家要出来喊投不同意票。然后廖伟翔自己出来讲，没有啦，我可能不会进入最后要投票阶段。这在干嘛？催票，在催票。对啊，在催。拿出一个那个林青霞跟金城武来。谁是林青霞？你在讲我吗？不要侮辱东方不败。然后你看，包括像王宏威就是这样，他就直接讲嘛，他自己认定一定会进3阶，这是至于死地而后生的。所以他就说一定出来投，而且你要投不罢免，因为很多人会说，我跟你讲，我觉得他们这样子这个恶霸不行啊，所以我支持你，所以我不会出来。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罢免这个问题，对于国民党的一些，而且尤其是比较年长的一些支持者来讲，是一个要新学习的东西。我支持你，所以我不希望你被罢掉。那我到底要不要出来？他好像在玩那个逻辑游戏。他们已经小新不是也讲说，他到现在还在被问到，对啊，就讲说放心。我们支持你，所以我们不会出来投票。他就讲不是啊，一定要你要出来投，你怎么会是不出来？就到现在还在教这个。然后投同意，同意徐小新对同意。所以你要出来投，但是你要投不同意，已经很复杂喽。还有我们要反背死，你要投同意，不同意，你要谈反那个什么建言，复杂了。你现在有3题，有6个选项，你到底要怎么投？我觉得连我都要想很久，何况是一些叔叔阿姨伯伯们，所以我就觉得这些莫名其妙那你现在再来为什么？感觉上整个就荒腔走板，还有就是那个溃不成军啊！我觉得很多人是出来，比如说你就是说这个2个，一个是台中的，一个是台北的嘛。那你台中的卢妈最有机会问你2028嘛，对不对？那你照理说人家会认为，那你卢妈要出来扛啊，要保护好这几只小鸡啊。可问题是你站在卢妈的角度也会认为说，那是何以至此？呀呀，我叫把个输去，本来是蓝白加起来是过半数的，今嘛办公烽火连天，已经被人家串烧成这样子，为什么会导致这样？还不是因为你朱立伦。今嘛办公烽火连天，已经被人家串烧成这样子，为什么会导致这样？还不是因为你朱立伦周楚除残害，这3害不是全部都是你吗？谁放纵傅崐萁在整个立法院做这些有的没有事情？谁让那个这欧小玲可以在那边耀武扬威？直白的讲，我就是比你大，我容忍你们很久，你们就是没知识没学问。谁让这一些这个仇恨值暴涨到这个地步？然后呢，强行通过这一些相关的预算，然后还不给人家绿营的这样子一个质询的空间。
不是就是你朱立伦放纵傅崐萁在里面搞成这样吗？你鬼也叫不干呢？你叫我们这些诸侯来出来给你切卡层，那切卡层之后呢？就是我们扛下来之后，然后呢？然后你朱立伦继续稳稳的说，哎呀，你看，所以没这些事，然后我朱立伦继续当我的党主席嘛。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诸侯来讲，甚至你不要忘了啦，傅崐萁去到香港这件事情是谁讲出来的？是韩国瑜韩国瑜如果不讲那一句那个我们总召不在现在出国，谁会知道他出国啊？所以韩国瑜不是现在国民党里面最有声量的人吗？他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一句话都没有出来讲？因为谁捅的谁负责。如果我帮你擦完屁股之后，难道还是你朱立伦继续坐这个位置吗？人家补什么？我觉得国民党的组织确实遇到一个很严重的挑战因为传统上面来讲，立委跟议员基本上有一点传承的概念。但国民党这几年因为年轻的议员挑战非常的剧烈，而且那个挑战的方式其实不是剧烈，是惨烈的所以它会变成就是说，比如说有过去像民进党民进党其实它的组织，我认为它在地方上的组织发展比国民党绵密非常多。比如说他的议员，他经过几届之后，他去选立委，他的议员缺通常会由助理来接下来。比如说罗智强罗智强虽然仇恨值很高，但他最少地方有个杨直斗，就他是有一个接班的，所以当今天有什么也会有议员在下面帮忙撑。我们刚刚讲那3个女将，你跟我说下面哪个议员帮你撑？就他帮你撑的那个前提叫做我们都是国民党的，但力道会不同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就是朱立伦当然没有想要去碰这一趟浑水啦，因为他今天下去的时候，我今天讲难听点，我下去请你到底，结果这人被罢掉，后来败功算我一个战功没有但问题就回来了，立委在自己的区域里面，原先的优势是来自于国民党整体的大盘，但是大盘这些盘在这里，你总要有一个脉络把它撑起来吧。你这一块脉络没有，就变成是大家会觉得说，应该不会这么糟的状态之下，怎么你现在出现这个情形？那只好东怪西怪，最后怪谁？就怪媒体嘛。我觉得的确任君讲得很对，就民进党的立委，像林俊宪，他下面就有大概好几个他自己的市议员，所以他办活动都一起来。我昨天去高雄也是一样，他们办一个赖月龙办一个活动。他下面的议员也都一起来不同的立委都有带主要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其他高雄的立委都有到，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非常绵密的组织，就像一个房子有柱子，但国民党现在就没有柱子，所以上面摇来下去很快就倒了嘛。另外就是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人物被当作笑话来看，很麻烦。我觉得国民党现在被当作笑话来看，所以找出很多大家不可思议的事情嘛，就当作嘲笑你。这很麻烦，就那个印象你就很难翻转了。那再来就是，当一个运动它有很多就是素人来参加，不是政党参加的时候，那也很麻烦。而且当很多的运动有欢乐性，你看这个猪头皮，他弄个各种音乐人都跑进来了，大家那边因为你的一个活动，如果我没有意思，大家不去蹭嘛，会去蹭就觉得说我蹭这个，我参加这个，我会对我自己有帮助。所以为什么会有猪头皮参加？他也想透过这个活动。凸显他自己嘛，所以大家就是说难听，就是雪中送炭很少，但是锦上添花很多。当这个活动变成锦上添花，大家都想来添花，所以我觉得今天国民党就变成说，你这个花没人想添嘛，所以才有1000多人嘛，那国民党为什么朱立伦应该要召开一个全党针对大罢免这个风潮的一个因应会议、党务会议，把全台湾所有的党公职人员全部集结在一起，我们共商我们的大方针，有没有开这个会？没有就放逐各个地方，各自去自己去各自努力，然后县市长也跟这些立委也没有合作那个卢秀燕有吗？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就变成说，整个从党中央到地方党部，完全都是一盘散沙，难怪没有战力。不过小平，还是你们有这些，包括筹划啦或者什么，只是我们外界不知道，或是。罗智强喊的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OK， 罗智强喊的那个口号呢？因为他喊的有一个口号说，如果投不同意，就等于是罢免赖清德，等于把赖清德这种拉到蓝营或白营的那个仇恨值的对头，这对你们来说会是未来会打的一个方向吗？
这罗志祥呢，我会这样讲啦，也有道理啦。可是党中央用不用是另外一件事啦。我觉得还是回到你认为去反赖清德，那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我说那个黄国昌，还是把我们创的国家保护下来比较重要。叙述什么太复杂，不用讨论。我讲个选举就是一个轴线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讲两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刚刚范老师讲的是有道理的，就是你就要召开一个党事会议嘛，这个很严重现在。他想罢你10个，补选赢6个，他就51+7，这是民进党的就是进6席嘛。对，好，第二，他把那6都4都找来，各自认养以外，这也讲过这个话。然后呢，就是要定出2阶你要怎么定位？请问你现在签8个好了，我如果像林涛所属实的话，你8个几个要进2阶？要分散力量吗？没有，他说8个进2阶啊。不，8个进2阶，那几个签得成进3阶？这个很务实吧？我觉得对啊，我认为2个原住民加双北，其他根本不要搞，好不好？你的意思说你们就专打这4席？民进党，你看文山区也签不成，他罢了30几个，他成20个就好了，他也不要成35个。别人这样子干都还知道取舍。你看那个水果哈，长了葡萄，你为什么要摘果？因为剩下的葡萄才会长很大，那个才有卖相，精准打击。对你都那么小颗卖不掉，他们都知道精准打击，我们更要精准打击嘛。所以2个原住民是可以做的，然后呢，干嘛呢？双五这样就好了。这4个罢免成的话，2阶成，那投票再说，就士气大振了。然后再开一个范老师讲的国事会议党事会议啊，然后就这个4个区，其他放掉。你签不成有什么用？放掉干嘛？你议员不尽力，好啦，就钟镇华一个人给我搞5000份，那拿不到5000的，下一次不提名你，半夜签出来给你，那第二个。那这个要看每个人的那个这个叫党务工作者的那个叫胸襟。好，再回来，工作者是指在党部当到主委以上吗？这个不能讲，这个有人正在收集我这个失言的证据。这个小平哥不要讲，我来讲了。我来讲，党务工作者这个很重要。对他们，因为我做过嘛，我做过，所以我来讲。我先讲罗志强的那个喊话，那学人家的啦。罢免某某某就是罢免傅崐萁，罢免某某就罢免傅崐萁。可是你说投不同意票就是罢免赖清德，我告诉你，就算全部都不同意，赖清德还是总统了。当然。对。可是如果你罢免了几个以后，傅崐萁就不是总召了。所以这个讲不通了，他学人家。可是你说投不同意票就是罢免赖清德，我告诉你，就算全部都不同意，赖清德还是总统了。当然。对。可是如果你罢免了几个以后，傅崐萁就不是总召了。所以这个讲不通了，他学人家。第二点，我讲如果你要分配每个议员去负责几个这个罢免的联署书，钟小平议员可以，他的组织够强，绝大多数的国民党议员，如果可以的话，我告诉你，他选举根本不甩国民党党部了。国民党的绝大多数的议员。他为什么这么尊敬国民党的党部？除了他会提名他之外，其实不会啦。国民党就是现任优先啊。还有一个就是他在选举的时候，他的固本座谈，他会释放，会配票给你。那个配票不会保证你当选，但是不配票给你，你一定落选。对，这我是主委，我讲了负责。现任的任何的现任的市议员，我们台北市。我看没有党部提名，没有一个会当选。对，因为吴党，你信不信？没错，他讲的完全正确。小平讲的完全正确。为什么你知道？我再次强调，如果国民党提名的议员，如果你不配票给他，他一定落选。你配票给他，你光靠配票当选不了。所以这是2个相加才会赢嘛。提名他也不一定要提名他。对，所以我才讲，他如果有组织他就不会那么稀罕党部了。所以我说，国民党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再次强调，把你的神主牌找回来。真的，你不要那么怕反共，因为国民党绝大多数的支持者他是反共的。那你说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把2蒋的照片拿出来？他们或许真的不认识，可是他要去宣传的对象买单呢？谁叫他们拿出来的？他爸爸妈妈了，他应该是真的。就是我今天去宣传的对象，他是买单的。不然我到了市场，那些深蓝的北北一看你来罢免，叫你走，他会发现，哎呦，你来发
老总统的照片啊，他会收。不是小平，对将军讲的时候，你不要再插嘴，为什么？因为等一下将军讲完，我会加一句说，以上言论不代表小平立场，这样就不会你被党纪处分。你中间插一句话进去，我就不太好，这样表示你跟他的言论是搭在一起的，那其实没办法保护你。我们俩都是中华民国派，都反共的，所以我一定要讲谁叫他们拿出蒋公照片，这句话对我很重要。这个不会被党纪，这不会。OK。可是你说过程当中，刚刚讲，罢免无他。降低仇恨值，对，想尽办法把它丢，然后去在地方上面告诉大家，看起来要被罢免，恐怕是这一部分。就如果面临到被罢免，但冠廷是好了，你想说最近在台北市有很多地方像巧芯的，譬如借的场地的问题，很多相关的这些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就知道，一定有人会盯着这些借的地方，当然每一天到了时间看有没有用或什么。因为你如果借了不用，一定会被有人拿出来讲，然后这在仇恨值方面一定又会被做文章往下拉。不是，现在就变成是一个全台湾讨人厌大赛嘛，每天都在角逐谁是这一周的卫冕者。那徐小新你搞这个就是让你变成更讨人厌，最讨人厌，没有最讨人厌，就是每天在竞争嘛。这状况是这样哦。最新的讯息我们都知道，就是徐小新接了很多场地嘛。最新出来的讯息是他在松山区借了357场。在信义区借了365场，所以加起来是700多场。结果借了这么多，你影响到了大家的生活嘛？我先讲哦，活动中心在新北、在台北、在台湾各都，都是地方人士很多活动的重要地点。我举大家想象哦。里长办共餐会用活动中心，一般民众办婚礼会用活动中心，一般民众办丧礼会用活动中心，一般民众开跳舞课用活动中心，一般民众开书法课用活动中心，那就是一个不用让你餐风露宿，不用在什么公园呐，然后受天候影响的地方，所以你借了好，你就好好的办你所谓的问政说明会。结果呢，你看哦，那个昨天早上在那个信义区的活动中心，2个活动中心都是借8点的时段。都是徐巧芯借走的，结果完全没有使用，门口是直接锁起来，大门深锁，这叫干嘛？这叫来乱的嘛！来，第二个，蒋万安的护航会不会更添柴火？当然会。今天他们的讲法是这样讲，徐巧芯这个一副还理所当然，说喂，我所有的场地费我都有付。场地费是什么？我们去统整了一下，信义跟松山场地费19万租金，这没有什么好操多的啦。难道你们以前办活动都不用场地费吗？我讲我为例，我当这2年议员。借的所有在地方的活动中心或学校或所有的公用的场地，就是民众付多少钱，我们就付多少钱，全部规定网络上都有，该付500块付500，该付1000付1000，该不付5000的付5000，就是什么场地多少钱，民众付多少，我们就付多少。然后现在徐小新跟大家讲，哎呀，我这个场地费我都有付啊，当然没跟你讲的是那保证金呢。今天台北市政府给徐小新最大的方便就是。公民团体跟罢免团体借一个场地保证金3万，就跟他实收3万。徐小新信义区365场只收保证金3万3，松山区357场只收保证金2万6，2万6的保证金可以 booking 357场，3万3的保证金可以 booking 365场。你说你可以的哦，台北市我出来跟大家讲，这符合规定。我呼吁现在，如果这个是符合规定。所有罢免团体透过民进党的议员，把全台北市的所有活动全借，超便宜，19万的这个场地费加2个加起来5万多的保证金，总共借了700多场。啊，为什么我说你是来乱的？你完全没有去使用嘛？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影响公民团体啊。所以公民团体本来借这个场地可以干嘛？他可以把它宣布说来当联署站，他可以在这里办活动，他可以在这里办演讲。可是徐小新，我觉得他恶劣的是他的心态。为什么我讲讨人厌大赛？我们大家本来各自有各自喜好，政治人物都尊重。可是他在这一件事情爆发之后，他对外是怎么讲的？徐小新讲了，不会影响公民团体，因为公民团体是政治活动，所以不能借这场地。我徐小新是办问政说明会，我可以。你这不是整个就武器不对等？你这是什么心态？就我立委最大，我可以办问政说明会，然后你是罢免团体，你该死，你不能借。凭什么啊？凭什么有这样子恶霸的立委啊？所以前面恶霸是阿霸哦，所以要变恶霸，阿霸变恶霸。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徐小新，我也大胆预测啊。当然，可能国民党现在很多都讲徐小新很稳，我认为双北，我刚才讲叶元之，我认为最后会被罢的几率很高嘛。我认为台北的徐小新最后会被罢掉啊！我在这里大胆预测，我在今天我就大胆预测，我认为最后结果徐小新罢掉，没有人这样搞可以继续当立委的啦。
这不是什么 T 台民调所问题，不用，我就讲刚才这个行为，这种行为的立委，我们台湾人有可能可以忍受。这是什么？我说在讲，没有人，我相信小明哥，没有人会这样搞，700多场全部接下来，然后讲你们罢团不能借，我可以借，然后蒋万安出来讲这都合法，这一定被罢掉。小平，小新内席会面临到这样的这么危险的状况吗？现在这个民调哈，当然民调我们基本要相信它，特别是 T 台的民调，因为对蓝比较友善哈。可是民调很吊诡的地方，第一个吊诡的地方，因为我们实务很熟嘛，一般哦10通电话会6、7通听到完，大概1分半到2分钟好。可这一次10通挂7、8通，就是选民如果他不回答，那民调公司再认真做，说不定做的不是真相。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做出来，请问松山信义啊是蓝大还是绿大？蓝大。可做出来民调更怪的是，国民党支持度24%，民进党34%。这不可能的事，可就是这样做出来。那这样是不是可以安心？也不能安心。徐小新，因为第3个题目是，你以前投徐小新的，那要罢22%不投他，这个就是个警讯。就是选民如果他不回答，那民调公司再认真做，说不定做的不是真相。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做出来，请问松山信义啊是蓝大还是绿大？蓝大。可做出来民调更怪的是，国民党支持度24%，民进党34%。这不可能的事，可就是这样做出来。那这样是不是可以安心？也不能安心。徐小新，因为第3个题目是，你以前投徐小新的，那要罢22%不投他，这个就是个警讯。第1项、第2项我都不怕，第3项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要把徐小新保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你们一定要保住。刚才冠廷已经直接在今天的时候预言，觉得徐小新第3阶段，他觉得第3阶段会被罢掉。OK， 你觉得会被罢掉？我们内参民进党的 T 台多，因为现在还早。什么时候民调最准？你知道吗？就是2阶签成了，哪一天要投票了，签成以后1个半月要投票，投票前1个礼拜，那个民调就准了，就准了哈。好，那个时候再看怎样，我们那是很多变化，是太多变数。好，到那个时候，徐小新的这个叫做死亡交叉在哪里？就是你不管他民调怎样，也不管他挂电话怎样，要怎样，要就投给徐小新的，而要赞成罢免他，要压到10以内，22是危险的。小P。刚才那个除了是预测以外，某种程度冠廷在讲的是个气势。他觉得那一席，他觉得就一定要罢掉。你们有没有那个气势？就这一席我一定不会让他罢。是，而且不是徐小新一个地方，当然他是最重要的。徐小新被罢掉，连蒋官都倒大霉，好不好？我大家同意有这个。好，你们有些人的理论说啊，我跟你讲，你这么不了解民进党的选民，我一点点了解。涂全旗这个仇恨值低，徐小新仇恨值高所以都不讲话就没事。错了，你信不信每个地方投票率都一样？你信不信？每个区都一样，30个，如果你打成热战以后都一样，20个区，对。他今天投票罢你，不是你叫徐小新我要罢，你涂全旗这个很认真的去跑脱，脸晒黑黑的，都喝这个黑面菜，我就不罢你，不是的，错。是因为只有一个信念，完全执政，好不好？完全执政，让赖清德好做事，他们一定这样宣传。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所有的投票率一定，我认为在40到50出头。徐小新或许高一点。OK， 那什么叫40？从45到50出头，什么叫45？就是他们呢，他们很可能会。就是很可能是25嘛，50以上一定要死一个，25对不对？两边都超过25，所以我们不惹他，当然这个基本的概念，可是重点是不要以为躲在地上就不会中枪，他还是会被打到的，所以我们不惹他，那正常做事，然后降低仇恨值，可是也要反罢免，这句话很重要，也要任何区都要反罢免，你不要以为没有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区那20席虔诚的要投票的。我认为民进党都会超过25，大部分你等着看。刚刚很简单的，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觉得桃园的状况会怎么样？桃园的状况我告诉你，有2个区，就是龟山跟杨梅啦，涂全旗跟刘许婷。OK， 目前是我觉得个人是一定会到第3阶段投票，这2个一定会。OK， 然后其他的4个区会不会进入第3区？那就看有没有人去煽风点火，因为就是你把整个联署的那个气氛拉上来了，就全部进入第3期，第3梯次投票，只要进去了，那不是什么对决。小平哥刚讲的，我有点不同意了。
就是罢免完之后绿的会完全执政？不会，我有点不会，我有几个区，就算把蓝的罢掉了，还是蓝的。不，我没有讲到那边，我没有讲到第四，我再补一句就好了。然后因为25容易，那回到真的不幸被罢掉，再重选的时候，那是公平的概念。对，那不一样。所以他不会完全执政了，只是说把这一些亲中的，对于整个中国有利的这些立委全部罢掉。那你未来重新选上来的是蓝是白是绿没有意见，只要你不亲中不亲共，他都可以。来，慧珍。我觉得事实上，我之前很久以前网友就讲过嘛，有几个名单一定会，我认为啊，怎么样去断定这次大罢免成不成功，就是把一些气焰嚣张，大家会一开始比较讨厌，比如说像傅昆萁，比如说像徐巧芯，我当时就讲过，这些如果罢掉，就算你后来补选没有补选，其实我觉得那一口气就解了，那一口气解了，某一种程度上就代表民进党的大罢免其实是算是成功的。但是我觉得民进党当然自己也不是没有危机，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周遭感觉是，我觉得事实上除了我们从事政治工作、跟评论工作、跟新闻的工作的人很热之外，其实在其他地方感觉上比较没有这么密。那我觉得就是说，二阶段会不会过10几个？有可能20几个，真有可能。但是一直到第3阶段的，我觉得那个就会是比较，因为你差不多比较热衷政治的都会进去了。那现在就变成是如何持续到投票那个时候还有这个热度，是民进党的挑战。但是我觉得对于徐巧芯来讲，你怎么样把你自己的支持者愿意叫出来投票，那个反而是困难的。因为有的人会认为说，反正就你都那样。但他会干脆就等到补选，再来一次，你懂吗？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范老师你自己评估，因为立法院今天媒体上有讲说，那个赖世宝跟那个柯总召两个人在那边打赌，说会不会过10席啦，或类似。你觉得最起码进第3阶段，胜或罢免完以后，会有10席要补选吗？对蓝营，我觉得几率是蛮高的，10席。对，我觉得10席。对。是蓝绿还是只有蓝？只有蓝，只有蓝。那绿营呢？绿营第3阶段有可能会进去，但是我觉得不会过，不会过，对，不会过。包括小平一直在讲的双五，你觉得不会？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如果说好，2级要先签。好，你如果说他又说了，因为绿营这次的支持者，他们会支持罢免，是因为要抗中保台。OK， 那如果搞到后来，这个我们的立委被罢掉，他们当然很焦虑啊。变成说绿营的支持者，如果后者被罢的人，他自己跟他的支持者非常的焦虑。OK， 但是蓝的我不看不出来，我没看到徐巧芯的支持者上来说，我们一定要保住徐巧芯，我们要让他罢免不能成功，没有只有徐巧芯一个人，而反而看到这罢团很多人在批评徐巧芯的不是。我觉得他今天去租这700个这个活动中心啊。我不要讲，这个叫提油救火。他会引来众怒。来，任俊，最简短时间告诉我，你觉得会过10席吗？蓝营，我认为10席应该是可以被预期的。因为第3阶段还是被罢掉，因为这个的问题其实来自于不是罢团有多强，而是国民党现在呈现出来的叫做弱。那这个会影响他的支持者，他如果没有办法激起他这个热情，因为到现在为止啊，当朱立伦在这个场子上面还在搞这个公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其实朱立伦现在备受抨击的地方，不是来自于民进党批评他，而是国民党内部的人对他产生的那个严重的不信任感。OK， 在上周末你可以看到蓝绿白之间已经全场陆军大罢免的活动呢各自交锋。那接下来呢，每个礼拜大概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那到底最后走到最后会什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